在当下的职场语境里，现在进名校、大厂的家里条件都不差，这句话时常被提及。乍一听，这像是一种吐槽，但随着一组组数据浮出水面，它却越来越像是不争的事实。这并非是说普通家境的00后不够努力，而是从升学、实习到正式入职，每一个环节都隐藏着隐形门槛，而跨越这些门槛，往往需要金钱或者人脉的支撑。普通家庭的孩子正逐渐被这些门槛挡在名校和大厂的门外。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数据会说话，普通00后正在退场。先把目光投向顶尖高校。2024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在985高校中，父母是老板或者公务员的00后学生占比接近60%，而父母是打工者或者农民的学生仅占30%多。相较于90后、00前那一代，占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保研情况更是明显，某 TOP 10大学2024年的保研名单中，72%的学生都报过保研辅导班，费用最低1万2，高的能达到8万。然而，在这些报班的学生里，来自普通家庭的仅占18%。要知道，普通家庭每月给孩子的教育支出，城镇家庭平均为2100元，农村家庭更少，只有860元，几万块的辅导费，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再看看大厂教招的情况，智联招聘的报告指出，头部互联网和金融公司录用的00后中，近一半都花钱进行过求职辅导，服务内容涵盖改简历、模拟面试到内推等，费用最低5000元，最高可达15万。而在这些付费人群中，普通家庭的孩子仅占23%。更让人感慨的是实习环节，一位大厂 HR 私下透露，公司录用的00后实习生中，63%都有过付费实习经历，费用一个月从3000元到2万不等。付费实习这个词，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可能都很陌生。回想当年，原毛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大学生就业竞争就已经很激烈了，但那时候教招的实习生至少还有实习工资。原毛自己当时在上海的一家台资企业实习，实习工资是每月2600元。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在不同企业实习，拿着实习工资，毕业后大多也能留在企业继续工作。当年的校招对普通家境的学生还算友好，谁能想到如今为了进入大厂，竟然进入了付费实习的阶段。据说付费实习兴起于2010年左右，最初是中介为了满足留学申请、学生提升民企背景的需求，私下对接企业员工安排短期实习，收取1到3万元的服务费，规模较小且隐蔽。2015年之后，随着国内民企教招竞争日益激烈，实习经历成为求职的刚需，中介将业务转向国内，收费也水涨船高，起步价就是2万，甚至还会根据岗位定价，从小众服务变成了公开的灰色产业。原毛打算专门做一期节目来深入探讨这个现象。时代变了，好的岗位对家长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普通家庭的孩子想通过海投简历获得一个好的实习岗位，概率极低，几乎是1000人抢一岗。除了付费实习，还有一个新名词，职场启动金。职场启动金是指年轻人刚进入职场时，家庭为其提供的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帮助他们解决从学生到职场人过渡阶段的实际问题，避免因经济压力影响职业起步。它的核心不是简单的给零花钱，而是为职场起步提供支持。中国人的生活确实富裕了，因为据原猫了解，在人均收入在全球不算低的欧洲，中产家庭很少有给孩子提供职场启动金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欧洲或者日本，年轻人找工作相对没那么难。2024中国青年经济报告显示，对于刚进入职场的00后，能够提供职场启动金的家庭，绝大多数是年收入50万以上的富裕家庭，平均能给到28万6。这笔钱主要用于报课、拓展人脉以及在大城市租房。而年收入在10到20万的普通家庭，只有12%能给孩子一些钱，平均不到2万。68%的孩子需要自己赚取房租和生活费。当别人用启动金为职业发展铺路时，普通家庭的00后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凑齐下个月的房租。普通家境的00后难以进入名校和大厂，并非是能力不足，而是有3层墙横亘在他们面前，每一层都需要用金钱或者人脉去打破。第一层是钱砸出来的教育墙，从上学到找工作，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花钱。在孩子小时候，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在课外辅导、兴趣班以及升学规划等方面的花费总计可达36万8，是普通家庭6万2的6倍。
到了大学阶段，考研班费用3万5，考公协议班起步价6万，大厂的保录用套餐甚至敢卖到20万。这些费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相当于父母1-2年的工资，根本无力承担。普通孩子只能依靠免费网课和自己刷题来学习，学习效率自然比不上那些有专业辅导的孩子，在竞争中也就处于劣势。第二层是人脉圈里的资源强，优质的机会往往隐藏在各种圈子里，不会对外公开。海外名校的学历、大厂的核心实习机会以及内推资格，很多时候是依赖父母的资金、人脉等关系悄悄搞定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既没有能够托关系的父母，也不认识行业内的人士，只能依靠学校就业网和招聘 APP 进行海投。面对成千上万份简历，能被招聘方看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有调研表明，普通孩子获得优质实习机会的途径中，79%靠海投，而富裕家庭的孩子68%是通过内推或者家庭介绍获得机会的。这种差距实在令人心酸。第三层是从小熏出来的认知强，职场中的规矩和人情世故是需要从小耳濡目染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商务饭局，懂得敬酒时杯子要放低，知道如何与领导交流，父母还能为他们进行职业规划，告诉他们哪些行业有发展前景。而普通家庭的父母大多是打工者，没有经历过这些场景，无法传授给孩子相关的知识，结果就是普通孩子进入名校或者大厂后，常常因为不懂规矩而犯错，不知道如何与导师、领导沟通，在饭局上坐错位置，在微信群里只会回复好的。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常识的事情，他们却需要自己付出代价去学习。然而，承认差距并不意味着要认命，普通家境也并非没有出路，关键在于不要盲目跟风，要把有限的金钱和时间用在刀刃上，自己为自己的未来铺路。首先，要合理规划开支，只投资有用的项目。虽然现在无论是升学还是实习都有高成本的玩法，但普通家庭就不要盲目跟风。高成本有高成本的玩法，但是低成本也有低成本的玩法。羡慕别人的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普通孩子的钱要花在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地方，而不是盲目跟风消费。其次，要主动去拓展人脉，没有人脉资源就自己去创造，可以加入行业社群，参加线下沙龙活动，与校友交流，哪怕花费几百块请大厂的人进行模拟面试，提供职业建议，也比自己盲目摸索要强。有数据显示，主动拓展人脉的普通孩子获得内推机会的概率比坐等机会降临的孩子高3倍。人脉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自己去主动寻找。最后，要把硬技能练到极致，这是普通孩子最公平的竞争优势。在学校期间，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争取获得奖学金，参与科研项目，在竞赛中获奖。参加工作后，要深耕业务领域，考取相关的专业证书，如 CPA、Python 认证等，用实际业绩说话。只要技术过硬，大厂不会因为你没有报过求职班而拒绝你，名校也不会因为你家境普通而淘汰你。只要能力足够强，规矩和人脉方面的差距是可以逐渐弥补的。毕竟大厂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压力的地方，能力才是立足的根本。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相关部门开始明确将付费实习列为违规操作。虽然中介常常将业务包装成项目制学习等形式来规避监管，但多家头部企业都明确表示要与这种行为划清界限。比如华为在2025年3月就针对成都研究所的招聘舞弊现象进行了严打。虽然行动主要聚焦于 OD 外包岗而非实习岗，但本质上是针对包含付费内推在内的违规招聘乱象的打击，且力度极大。当时华为发布了6500字的内部通报，查实有72名正式员工和19名非雇员卷入舞弊事件。成都研究所数据存储部门成为重灾区，该部门约100余人中，62人被除名、辞退或通报批评。此次严打对13名情节极其严重的人员予以除名并追责赔偿，其余违规人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辞退、降薪等处罚。26名管理责任人也被降级、冻结晋升。这相当于彻底斩断了成都地区围绕华为招聘的付费违规链条。说普通00后在名校大厂快绝迹，或许有些夸张，但越来越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利用资源铺设职业发展的快车道，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己在慢车道上前行。然而，慢车道并不意味着无法到达终点。每一代普通家庭的年轻人都曾面临类似的困境，但总有一些人能够通过精准的努力打破困境，
对于00后来说，不要抱怨社会的不公平，而是要认清现实，努力学习技能，积极拓展人脉，把自己变成自己最坚实的靠山。家境只是人生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普通00后或许没有28万的职场启动金，但一定要有务实和钻研的精神。或许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脉，但要有主动学习的意愿。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名校和大厂的大门同样会为他们敞开，只不过这条路可能会更漫长，更艰辛一些。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我是袁猫，我们下期再见。